川普的关税呢，他所看重的，这个说1980年代美国相对伟大的产业，但现在呢，情势看起来不是这样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它不是让美国更伟大，而是让美国陷入更多的纷争。同时呢，中国在这个情况下开始展开反攻了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在川普上任之后呢，即将届满了1个月。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呢，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呢，开始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。川普呢，希望让美国再伟大，不过在这个月当中呢，他的指挥棒指点之处呢，看起来是树立敌人比创造朋友更多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从川普上任1个月到现在，第一个呢，川普的自家媒体股价呢大幅下跌。川普媒体科技公司啊，股价最高79.38，那么现在掉到28，那么跌幅啊相对是重的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，在这段时间啊，马斯克呢，他负责的政府效力委员会，那么大刀频频砍人，但是呢，特斯拉的股价呢也是大幅的下滑。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在最近的整个资本市场，它也出现很多的变化。财讯想跟频道会员表达谢意，同时也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，或是帮影片按赞与分享，这些都是让我们持续经营的动力来源。新的一年，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，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，掌握投资脉动。美国的股市呢，基本上是巩固与整顿，但中国的股市呢，大幅的上升。川普的指挥棒呢，他希望让美国再伟大，但是呢，现在箭头手指，包括他对俄罗斯的普丁示好，但是呢，对泽连斯基呢，他有非常多的恶言。这个时候呢，泽连斯基跟川普的恶言相向啊，跟川普现在表示说，乌克兰呢率先攻击俄罗斯，才造成俄乌战争，这个跟事实有一段差距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现在美国跟欧洲的裂痕越来越凸显。这个礼拜我在香港《信报》看到，他说川普让中国再伟大，那么意思就是现在看起来，川普虽然对中国课10%的关税，但是呢，他所有的一切呢，大概都放过中国。而中国在这个机会呢，也趁势而起。今天要跟大家来报告现在中国的股市的发展状况。中国在谴责美国说加剧世界不确定性，但是呢，中国非常的开心，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机遇，因为川普对中国相对友善，这个跟川普对普丁的友善呢，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。现在这个1个月当中啊，这个世界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诡谲变化的情势。这当中啊，大家看到全球的资金啊，开始有回流到中国的迹象。同时呢，陆资他说有100亿资金呢去买港股，也造成香港股市的大涨。这个时候呢，全世界大家都认为美股高估啊。那台积电现在进入弱势，因为它跟 Intel 的联姻到底情况怎么样呢？ Intel 股价最近大涨，但台积电呢相对是一个相对弱势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川普他对台湾的台积电有一些成见。同时呢，他对整个全世界半导体产业呢，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熟悉。大家看到，第一个呢，他认为 Intel 呢是全世界在半导体最伟大的公司。这一句话呢，如果在10年前呢，还可以算得上是正确的答案。但是呢，现在的 Intel 呢，其实已经不是什么伟大的公司，它的市值一度掉到805亿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可以想见，川普心目中啊，他认为 Intel 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，这是10年前的事啊。第二个呢，川普的关税呢，他所看重的，不管在汽车啦或钢铁，这个说1980年代美国相对伟大的产业，但现在呢，情势看起来不是这样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它不是让美国更伟大，而是让美国陷入更多的纷争。同时呢，我们看中国在这个情况下开始展开反攻了。我们看到在这个礼拜，习近平呢，在2018年之后呢，相隔7年再度邀集民营企业家呢来见面。在2月17号那一天呢，所有人都在看这个后脑勺后面那里到底是谁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辨识去看，坐在众官员的面前大概是比亚迪的王传福、华为的任正非，
到这一次 DeepSeek 的梁文峰，然后到这一次春晚的机器人，这个是以数科技，这个人非常年轻，他1990年出生啊。然后呢，腾讯的马化腾，再到马云，然后呢，吉利汽车的李书福，这是在这一次受邀接见的人当中啊，比较大家熟悉的。那么大家看到，习近平在讲算70一算有7年了，也就2018，现在相隔7年。那么习近平呢告诉大家，在面对美国的压力下呢，他说新时代生成民营企业发展前景广阔，大有可为。他说希望广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呢，要先付出共护当前的挑战，他说是局部的能够克服的，所以他是要大家努力不懈。那么他这一次所面对的民营企业家当中，马云、马化腾、雷军、王兴兴到梁文峰呢，都在受邀之列。那我们看到梁文峰这一次1985年生，那上个礼拜跟大家提过，他是这一次DeepSeek 呢横空而降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。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华为呢任正非现在化整为零，他背后有非常多的新创公司跟他一字排开，所以最近到华为上班的人都会发现，很多在华为的员工他被分配到小企业，那么化整为零呢，它变成一个战斗单位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角度去看，以数科技呢，这一次可能要股票会上市，然后呢，它现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有很多公司由华为来助力。华为在2024年的营收8600亿人民币，比2023年7042亿呢，还多了1500多亿。所以华为在美国的封锁当中它还是昂首向前。同时我们看到上一次马云在上海批评中国对金融管制呢，从位置上呢把它拉下来之后呢，马云这一次呢重新获得习近平的接见。那么到底马云的未来在中国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新发展，值得大家注意。而在这一次呢，阿里巴巴的股价呢从77块半一口气涨到126块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次呢，意外没有受到习近平接见的是百度的李彦宏，那么他股价当天大跌将近7%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现在全世界都在点名福布斯的中国 CEO 前10大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个比亚迪的王传福，再到美的的方洪波，然后再到宁德时代的曾益群，拼多多的赵家珍，然后呢，小米的雷军。它其实金山软件跟金山云都有很大的幅度的上涨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是阳光电源的，再到这个海尔的李华刚，然后到丁磊网易的丁磊，这个是在中国舞台上老一代的企业家当中他们扮演重要角色。现在呢，80后、90后也慢慢的在串起。这个串起当中中国的清大现在在展现人才库。那么大家也可以感到，现在有非常多大家过去没听过名字。80后、90后的都在中国的企业当中在创业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，这一次 DeepSeek 呢是给中国提振士气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DeepSeek 呢，它开发成本不到600万，当天造成1月17号美国科技股的大跌。现在看到《纽约时报》在讲 DeepSeek 的成功是中国教育的胜利吗？大家慢慢可以看到 ChatGPT 的产业，中国在人工智慧赛道上。它能不能超越美国？这个是大家在这个回合当中你所看到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高盛对 DeepSeek 相关的公司大概都列出搜寻网。你看，在这次香港股市快速的上涨，最重要是香港的科技股现在带来一个新的发展的里程碑。所以在这个礼拜，他说 DeepSeek 拓展中国的科研新里程碑，中国股票不再是靠政策。 TikTok 上面讲，他说北京深度求索人工智慧对科技七雄绝对是坏消息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回合当中对美国来讲，现在 DeepSeek 带动市场，但是美国的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仍然没有太大的缩减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个 NVIDIA 在这个回合当中，它的股价一度回到141块半。那么大致上已经填补了上一次跳空的缺口。那么我们也看到，中国在这一次呢，人形机器人有非常大的发展的力道，还有众多的游戏的 IP 不断的在创新。
这个是值得大家注意，这个也是在以数科技一炮而红之后呢，现在可以看出中国的年轻的创业家呢，现在也积极把公司推向了资本市场。那在这个回合当中，大家可以稍微检视一下，这是深圳以科技股为主。深圳的股市2007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到最高点，那下一个高点是2015。如果你看上证更清楚，上证已经这10年当中大约就在3000点附近盘旋。这一次呢，因为 DeepSeek 效应说呢，它带给了寒武纪呢股价大涨，中芯国际呢股价也大幅上涨，中微到小米到泡泡玛特，然后呢金山软件到金山银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在上个礼拜，从阿里健康、阿里巴巴到金蝶国际、众安在线、哔哩哔哩、快手、百度、腾讯、美团，股价其实都大幅上涨。所以大家看到中芯国际股价最高51块9毛6，摆脱了原来的基本面的一个牵绊哦。你看到这个中芯国际的2024年的净利是年减45.4%它又获利在衰减，但股价是大幅上涨。在科技股大涨的带动之下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中国2块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严峻的状态。中国的利率还是不断的往下滑，也包括30年公债殖利率现在降到1.8以下了。中国的房地产，你看到恒大、碧桂园这些大型的，包括最近的万科，房地产的泡沫的压力呢仍然在调整。另外呢，中国的过剩产能在全世界的杀戮呢，从钢铁、石化都面对一个窘况。那最近我们看到香港的报纸在讲，新世界目标价呢降到3.66，而新世界的家族最近有非常多的变化。你看到新世界的第3代的老大呢是任志刚先生呢辞掉他的职位，那整个家族其实从郑裕彤的家族到郑家纯。他们在香港有周大福，也有新创建，也有新世界百货，现在整个新世界集团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新世界的股价从43块跌到4.01，跟大家刚才所看到的中国科技股情况呢完全相反。整个新世界的集团经过这1年的变化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从郑家纯中风住院之后呢，第3代崛起，但是内斗频繁。那么现在看起来，这个对新世界来讲，他最近拿出的1170亿港币来换取银行3年的债务的延缓，但是呢不够呢，现在又增加300多亿港币呢再追加。那么现在看起来，新世界的市值剩下的100多亿的港币，但是呢新世界的负债超过2200亿。香港的本地财团我们可以看到，陈启宗、恒隆压力非常大所以他交棒给儿子的时候呢，他说活命不要求发展。那么这个都显现香港慢慢并入了中国之后呢，香港内地化，现在香港的处境压力是越来越大的。所以在这个回合当中中国的科技股因为 DeepSeek 呢昂首向前，但是呢中国的内需、中国的房地产，也包括香港的本地的财团，现在压力越来越吃紧。所以这是一个冰火2重天的写照。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的现况，大家可以了解，在美中的对抗之下呢，川普现在看起来箭头不是对着中国。这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不能太早下定论，但是呢，中国现在趁势而起，大家最近稍微花一点时间了解中国科技产业在 DeepSeek 出来之后呢，它所产生的巨大变化。而中国的经济呢，要靠 DeepSeek 呢能够来翻转，到目前为止仍然言之过早。而川普呢，他的全球战略千万不要只打自己人放过美国最重要的对手，这是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大局当中诡异而微妙的变化。老谢开讲报告到这边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。